欢迎收看这一集的野球特报。今天我们假日又加班了，因为邓凯威在5月23日对上芝加哥小熊队，缴出了一场堪称大联盟生涯代表作的优质先发。我们想透过进阶数据告诉大家，这场比赛不仅展现了他的球威，更透过数据告诉全世界，他已经具备了立足顶级轮值的实力。真的，这场比赛我看直播时真的被震撼到了。邓凯威这场比赛先发主投了整整6局，面对20名打者，竟然只被敲出2支零星的安打，完全没有任何失分。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，他在三振跟保送的控制上，整场比赛狂飙6次三振。虽然有3次搞送，但那种在关键时刻封锁芝加哥小熊攻势的压制力，绝对是顶级水准，也让他本季的防御率下修到了非常亮眼的 2.19。而且这不只是一场比赛的好表现而已。如果我们看他最近的2次先发，他总计在11局的投球中只被打出4支安打，而且是1分自责分都没有掉。这种稳定度真的让教练团非常安心。在进入更深层的技术复盘之前，我想先考大家一个数据问题。根据现代棒球最权威的 StatCast 系统分析，邓凯威本赛季最具代表性的武器，也就是他的变化球创造价值，在全联盟所有投手当中，究竟排在第几个百分位？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哦。在公布答案之前，我想邀请还没订阅的朋友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记得要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最新上片通知哦。如果想支持我们产出更多深入的分析，也超级欢迎加入频道会员。还有，跟大家分享，史蒂芬频道商店正式上线咯。现在就点开底下资讯栏的商品，或是影片结束后来商店逛逛，里面有我们精选的职人好物，带走喜欢的商品，就是给频道最实质的鼓励哦。好，刚才提到了那个惊人的百分位数据，答案就在这里。邓凯威本赛季的变化球创造价值竟然高居全联盟前98个百分位，这在系统评价中是最高等级的 Great。这代表在全大联盟只有 2% 的投手在变化球的实质贡献度上能赢过他，特别是他的 Sweeper， 也就是所谓的横扫球，真的是本场比赛的灵魂。他全场89球里投了42颗 Sweeper， 使用率高达 47%， 平均转速来到2711 RPM。这种高转速赋予了球体强烈的马格努斯效应，让打者在挥棒时根本抓不到那种晚期的位移。难怪那天芝加哥小熊的打者看起来非常困惑。我们拉回比赛现场来看，虽然数据很漂亮，但其实第3局下半，邓凯威遇到了一个大危机。当时对方的快腿 Pete Crow Armstrong 攻上了垒包，还意图盗垒攻占得点圈。幸好那天太空人队的捕手 Cesar Salazar 展现了超强的传球臂力，直接在2、3垒之间阻杀成功。这个 play 真的救了邓凯威，让他能在那一局稳住阵脚，没有让压力球进一步扩大。确实，捕手的帮忙很重要，但邓凯威随后在第5局展现的自我化解危机能力更惊人。面对 Miguel Amaya， 他连续使用了3颗 Sweeper， 速度分别是 85.7、84.6 还有86英里。你可以想象一下打者的视角，每一颗看起来都像速球，但最后却像消失一样往外角偏下方位移。最后他用一颗 84.8 英里精准砸在好球带边缘尘土区的横扫球，又使 Miguel Amaya 挥空3振。前5局投完，他竟然就制造了10次让对手挥棒落空的记录，这就是绝对的宰制力。而且到了第6局，通常是先发投手体能的临界点，他完全没有退缩，甚至面对像 Alex Bregman 这种明星等级的强打，他依然能投出 93.8 英里的4缝线速球，让对方击出滚地球出局。对付 Pete Crow Armstrong 还有 Dansby Swanson 也都干净利落，以3上3下收尾。这说明了他的体能调配已经完全符合大联盟先发投手的标准。这89球当中，好球率高达 62.9%， 创下了他升上大联盟3年来单场投球局数最长、用球数最多的一战。这就要归功于他身高6尺4寸，体重241磅，这让他拥有极佳的下盘力量。
我们看进阶数据，他的速球系统包含四缝线跟 sinker， 平均球速落在 93.3 到 93.5 英里之间，极速更飙到 95.5 英里，而他的 sweeper 均速是 84.8 英里，这中间有将近10英里的速差。这种速差搭配我们常说的共轨效应，也就是 pitch tunneling， 让打者在球飞出来的前20到30英尺时，根本无法分辨这是一颗直球还是会拐弯的横扫球。关于这一点，其实邓凯威在赛后受访时也有提到，他说过去如果速球感觉投不好的时候会过度依赖 sweeper， 但今年他更相信自己的球威，即便速球投得不顺，也会强迫自己塞进好球带，因为只有这样，速球才能跟横扫球产生完美的共轨气力机制。我觉得这种心理上的转变，是他今年能从后援角色转任先发，并大放异彩的关键。捕手塞萨沙拉扎也说，那颗横扫球在进入好球带大半段路程中，视觉残影都像刚猛的速球，等打者决定挥棒后，球才突然向左侧急速拐弯，根本调不回来。没错，除了技术层面，他这场比赛在应对打线轮次效应，也就是 TTOP 的策略也非常聪明。数据显示，他在第一轮面对打者时 sinker 使用率较高，想制造滚地球。到了第二轮，他把 sweeper 的比例拉高到惊人的 54%， 让打者完全摸不着头绪。但最绝的是第三轮，当打者满脑子在防范变化球时，他反然把四缝线速球的比例翻倍，提升到 33%。这种戏剧性的策略反转，完全瓦解了芝加哥小熊在休息室讨论出来的反击计划。这就是总教练 Joe Espada 在赛后说的，邓凯威表现得越投越强，在最后面对的10名打者中，他只让1个人上垒，这种稳定度真的不像是个刚转先发的投手。Joe Espada 提到，即便球速到了70、80球，邓凯威的球路依然充满尾劲，而且始终能控在好球带的边边角角。这种针对教练团建议所做的快速自我修正能力，让他在球队中的领袖威望迅速建立。甚至连攻击端的英雄也对他赞不绝口。那天敲出双响炮，贡献3分打点的 Christian Walker 就说，他对邓凯威有着极高的敬意。因为邓凯威本季的角色切换非常频繁，17场出赛中有13场是后援，只有4场是先发。要在长中继、牛棚救火跟先发轮值之间切换，生理跟心理的挑战都极大。但 Christian Walker 认为，邓凯威无论在什么位置都缴出了 A+ 等级的表现，这种职业态度对于球队整体的化学效应非常有帮助。听完这些称赞，我们也要来冷静分析一下，毕竟人没有完美的。虽然邓凯威这场表现封神，但 StatCast 的数据也指出了他的弱点。他的变化球价值是全联盟前 2%， 但他的慢速变化球，也就是 off-speed pitch， 价值却落在全联盟倒数的第7个百分位，被评价为极差。这代表他的变速球还有曲球，在位移跟诱敌上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。这场比赛，他这2记丑路合计也只投了13颗，显示他自己也对这2颗球缺乏信心。这确实是未来的关键。在大联盟，如果面对左打者时缺乏一颗具威胁性的变速球，长远来看可能会被对方锁定速球攻击。虽然他这场对左打有刻意拉高变速球比例，但效果还没达到 sweeper 那种等级。另外，保送率的长期管控也是重点。这场虽然没失分，但3次保送还是让他的用球数累积的比较快。如果能把这些坏球转化为有效攻击好球带的球路，他甚至有机会把投球局数推进到第7或第8局，这才是真正王牌投手的水准。不过瑕不掩瑜，这场6局无失分的内容，无疑是太空人队今年轮值的一场及时雨。这几天，太空人队的先发群防御率骤降到 1.58， 这种好的投球表现会传染的氛围，邓凯威绝对是功不可没。他成功证明了自己具备在大联盟高压环境下担任固定先发的实力，也为球队保住了争夺季后赛门票的希望。看到台湾选手能在投手丘上如此有自信地操纵比赛，真的让人感到非常骄傲。而且我觉得最值得肯定的是他的心理韧性。他在赛后说，无论是后援还是先发，他的目标只有一个，就是尽可能投长局数来节省牛棚。这种把团队利益放在个人数据之前的态度，在竞争激烈的职业舞台上非常难得。
目前看起来，教练团已经给予他绝对的信任。未来几周，我们应该可以看到他在轮值中拥有更稳定的出赛节奏。说到这里，我也想起他在面对像铃木诚也或 Alex Bregman 这些顶级球星时，那种毫不畏惧的正面对决。即便数据显示小熊队当天的强劲击球率 HH% 高达 42.3%， 但球就是能刚好找人，或是变成软弱的飞球。这除了运气之外，更多的是他在球种配比上的成功。当你的 sweeper 转速能飙到2835 RPM 的时候，打者的球星掌握度自然会大幅下降。真的，那一颗 95.5 英里的 sinker 也是工程。我们看到数据表上，那球的下沉位移非常明显，这也是为什么他能频繁制造双杀打的原因。像在第2局面对铃木诚也时，他就是用 85.3 英里的 sweeper 诱使对方打出双杀。他在处理危机时的低角度攻势，让他在 WPA 胜率贡献值上达到了正 32.3%， 全队第一。回顾这整场比赛，我们看到的邓凯威不只是那个拥有速球潜力的年轻投手，而是一个懂得阅读打者反应、懂得随时调整配球策略的成熟投手。他从一个单纯的计划执行者，升华成了能在投手球上随机应变的指挥官。这场5月23日的比赛，绝对会是他大联盟生涯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。没错，总结来说，邓凯威展现了顶尖的 sweeper 载制力、高阶的共轨效应执行力，以及克服打线轮次效应的智慧。虽然变速球还有待开发，但现在的表现已经足以让他成为太空人队轮值中的不动核心。身为球迷，我们真的很期待他下一场出赛，看看他还能带给我们什么惊喜。这场比赛的每一个数据、每一颗用球，都代表着邓凯威在美职体系磨练多年的成果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，或是对邓凯威的表现有什么看法，欢迎在下方留言跟我们讨论。别忘了按赞、分享，还有最重要的订阅我们野球特报。还有，别忘了去看我们的频道商店哦，真的有很多精选职人好物等大家去挖掘。每一份支持都是我们制作优质内容的动力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